他10岁就对杀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，还把家里所有的刀插在姐姐的床头，以至于姐姐年纪轻轻就惨遭毁容。从这天开始，他就被贴上了天生坏种的标签，本能得不到释放，他就将目光对准到流浪猫的身上。家人不但没帮他化解这股杀气，反倒用冷漠和排斥将他越推越远。刀成了他唯一的朋友，锋利冰冷，握在手中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掌控感。可不知道为什么，每当自己动了杀机，这个名叫火叔的警察都会及时出现，就像宿命中的天敌一样。这也导致他刚成年就被判刑。出狱后的他被世人嫌弃，只能在自家的餐馆当起了外卖员。可命运却阴差阳错的将他送进了凶杀现场，一切的伪装与克制都在这一刻彻底爆发，而真正的凶手也在那个雨夜浮出水面。这就像一面镜子一样，不断照出他心底的黑暗。就在这时，一位大师来到了他的身边。你八字身弱，又從唔到，官殺混雜，個人無情邊激，仲有暴力傾向。呢條命七殺屬金嘅，所以由細到大都中意刀啊，利器。中国中杀神都说性格在命理面前就像裸奔一样透明，大师的卦象也显然权重。乙木日主七杀重重，地支叠见天罗地网，一遇到刑冲便会犯刀兵之劫。本命已经相当不好，还忌神当道，再加上七煞无制的金属性，大师当场就算出了他有横跨2个大运的牢狱之灾。我们都知道一个大运对应10年，那什么刑罚需要判20年之久呢？答案自然不言而喻。要佢殺人啊！所以坐20年啊，又冇得改。又想殺貓啊？定殺人啊？我屌你啊！我懷疑你藏有攻擊性武器。阿 Sir， 唔好意思啊，係我問佢借嘅，我諗住過兩日就6點完。你知唔知佢係咩人啊？我點會唔知啊？佢幾時記得生仔，幾時生幾時死我都知啊！是不是很奇怪？從小到大，只要一衝動，少東必定會遇到火叔，這又是為什麼呢？其實也很好理解，影片中的5個角色並非隨意點綴，而是充滿了相生相克的宿命安排。火叔人如其名，五行屬火，一身正氣，嫉惡如仇。作為一名光明正大的執法者，正好克制五行屬金的少東，所以不是火叔刻意針對，而是五行的氣場正好相克。按理說，這團火本應是制約少東的利刃，用法律武器把他的凶性管住，甚至還有望靠着斷燒成才。可問題是，少東有個致命缺陷，那就是身弱。因此火叔越是盯緊，他就越覺得焦慮煩躁。就在這關鍵時刻，大師及時出現。大師五行屬木，木雖然被金克制，但也有疏通金的功能。他就像一棵樹一樣，用自己的枝葉拼命纏住那把鋒利的刀刃。不過火叔此次前來並沒有惡意，而是少東的母親因中風住院了。你打電話俾個死差佬，你想害我坐監啊？有冇聽過 psychopath 係心理變態，天生冇良知，冇同理心。你可唔可以理一理阿媽先啊？2個字，仆街。望下佢一眼啊，咪瞓咗咯。少東的性格每一步都精準踩在了命理之上，父母助凶，同輩成仇，意思就是父母缺乏管教，姐姐積怨太深，一家3口沒有一個渡劫使者，全都是把他往氣殺絕路上推。這也難怪他跟家人形同陌路，想壞壞不徹底，想好也好不起來，天天在善惡之間反覆拉扯，最後只能靠一把刀劃向自己，才算跟命中的氣殺做了個了斷。大師也為他的行為做出了解釋。既然係天生嘅，今日佢錯，定係命運嘅錯？家里出了事故，飯館只好暫時停業。兇手拿不走藏在廁所的兇器，這也給案件迎來了短暫的平靜。在此期間，大師來到少東的住所，既然命無法撼動，那就必須從風水上化解。可經過一番測算後，才發現問題更多。大門開2黑，流年遇3弊，這是犯官非的具體表現，因此必須用火去排泄3弊帶來的兇性。然而少東命格又忌火，所以就改成了溫和的粉紅色燈帶。咁點解啊？紫薯放在廚房催旺水脈，申猴居高生發水氣，最後是辰龍擺在窗邊，一座申子辰3合水局就此完成。哎呀，吉咗龍喺度，就自己坐監啊？唔好要啦！
另外还要戒烟戒酒，和火有关的所有颜色必须通通扔掉。一杯尿液早上放，晚上倒，借助尿遁的力量流失牢狱之灾。可如此之多的布局还远远不够，大师又带着罗盘去看了少东家的祖坟。正所谓父坟管身，祖坟管路，这么来看，少东家的阴宅也一定有问题。结果也是一言成谶，虽说坟头建的前山巽象，峦头也长得有形有势，可一棵大树的树根却直插关脉，这才是关键的问题所在。就在这时，他发现正在扫墓的两个人格外眼熟，定睛一看才知道是女友的父母，一股不祥的预感顿时涌上心头。等二老离开之后，他才敢凑身上前，仅凭一束花就确定死者正是女友。他不敢面对，于是便回家取出了女友的照片，可无论怎么看都不像短命鬼。冇亂啊！冇亂啊！冇亂啊！一定唔係佢，佢行話談到老啊，一生有福。然而命运绝不会因为善良而手软，大师要逆天改命，却不知道冥冥之中早有注定。第二天，少东家的外墙就被蒙上了一层隔离网，这也直接导致所有心血付之东流。既然阳宅无法改变，那就先从祖坟动手。可当二人来到公墓后，才发现也晚了一步。连夜的暴雨造成了山体滑坡，成片的墓碑被埋进了泥土之中。大师一个箭步冲出人群，看到有一个墓碑十分显眼，他这才相信了女友已死的事实。大师注定早晚会疯掉，为了不让女友受到牵连，他主动提出了分手，然后在逆天改命的路上越走越远。可这样也触发了新的蝴蝶效应，女友的惨死就是最真实的写照。这一刻他再也绷不住了，跟老天斗了半辈子，殊不知直到现在都在宿命中徘徊。他抱着墓碑拼命说着对不起，也许是受到了刺激，他开始变得疯疯癫癫。先生，你冇嘢嘛？我嚟拖白車啊！大师深信自己做的滴水不漏，画精神病符没丢没坏，流年八字也无形无冲。那问题一定出在了风水阵上。他住在楼顶一个改造的集装箱里，是典型砍宅巽门的吉祥格局。大幅油画充当玄武靠山，白虎位宜静不宜动，宜低不宜高，所以他在此处的柜子底下压了一张铜板。俗话说铜锣一响，百煞难藏，因此他还在墙中间挂了一面铜锣。可这也只是第一道关，而门外种植的大片葫芦才是点睛之笔。葫芦嘴小肚大，风水学上叫能收不能放。再者也有福禄的谐音，种在门口既能挡灾又能纳福，真是一举两得。可所到之处都是完好无损，那问题又出自哪里呢？他摘下门框上的镜子仔细查看，这才发现了自己鼻梁上的伤口。我流年位破咗傷，咪行衰運。流年部位指的是麻衣相法中的相面术，通过观察五官、手纹等特征来推测吉凶祸福。大师的岁数在40岁出头，鼻梁就是他的流年部位，而造成破损的原因恰好是自己的克星少东。原来再怎么神机妙算，终究还是逃不出命运的安排。他第一次有了恐惧的感觉，自从帮少东改命以来，老天爷就不停地放出大招，先是封死了他布下的风水局，接着又冲垮了大面积的祖坟，想必把女友的墓碑暴露在外也是对他的警告。想到这里，他终于知道怕了，可少东才刚刚开始相信。係我害死佢啊！係我害死佢啊！我幫你唔到啊！對唔住，正心冇命。这一幕彻底激怒了少东，他不由分说砸烂了大师的风水阵，又跑到院子里将葫芦连根拔起，最后还烧掉了他的画精神病符。可经过这么一顿折腾，半辈子的改命逻辑却被砸出了裂缝。他对着一朵花看了整晚，又找来泥土拯救这根仅存的独苗。可就在这时，天空突然黑云压境，显然老天又是一副要动手的前奏。于是他用帘子和灯光制作了温室效应，势必要从老天的手里救活这只葫芦苗。然而现实却再一次打了他的脸，无论他如何关照有加，这朵花最终还是迅速的枯萎凋零。掉遮咗先有光，我明，我救佢，我係花。这次顿悟之后，大师的心态有所升华，从之前单纯的改命变成了渡人。为此，他将画精神病符纹在身上，门框的铜镜也变得更圆更亮。他又买来更大的山水图挂在玄武之位。一切布置妥当后，他欣慰地笑了。嚟啊！嚟啊！嚟啊！呢個都同你練啊！